徒儿，你在山上18载，为师教你卜卦、修行、医术，如今小有成就，该下山历练一番了。师傅，你终于同意让我下山了，太好了！在这山上，我都快闷死了。臭小子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今日为师要考验你相面之能，通过后才能下山。您印堂发黑，山根晦暗，这是血光之兆啊！轻则磕破头，重则鼻青脸肿。一派胡言！为师好端端在这儿，哪来的血光？来了！你再学习个10年8年，你这个逆徒要干什么？师傅，你就说我算的准不准？这混蛋的内功已是天下无敌，得赶紧给他赶下山，可别特么虐待我了。10年前，为师曾答应汴城的龙家，10年后出手再帮他们一次。你替为师去吧。好，变成龙家是吧？只要能下山，怎么都行。这是为师当年将你捡回来时你身上唯一的东西。等你忙完龙家的事情，或许可以靠这个去查查自己的身世。多谢师傅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不舍得为师，可你我终有一别。如今时日已到，不如洒脱一些。谁跟你说这个了？你让我下山，倒是好歹给点路费啊！这小子还想占我便宜，快滚！哎，你这个抠门的老家伙！这就是山下的大城市吗？看起来比山上有意思多了。先弄点吃的。多少？大城市的物价竟恐怖如斯，这怕是还没找到龙家，就先被饿死了。云云，你真的不用找个大师看看吗？你最近点背的有点过分了，板上钉钉的合作项目都能遇到不可抗力。哼，哪有什么大师，都是些江湖骗子。我只是最近运气有点差罢了。印堂发黑，乌云盖天，隐隐有血光闪现，凶兆！我靠，好大的凶兆！流氓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在乱看什么？乱说什么胡话？美女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是个正经人。我是说，姑娘面相有异，有大凶之兆。好重的杀气，简直浓郁的快要滴出水来了。这怕不是普通的凶兆。应当是被人布下了极其阴毒的风水杀局。臭流氓，瞎了你的狗眼，竟敢当街调戏云云！看你穿得像个叫花子，还敢装神弄鬼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哎，动口不动手啊！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这位姑娘身上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，而且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看你年纪轻轻，你还会看相，骗鬼呢吧？不是小爷我吹牛，风水八卦梅花易数寻龙点穴，我无所不精。在这汴城，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哼，不仅是个好色之徒，还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。听云，别理这个神经病。请留步。你这身上的凶兆若是不赶紧解了，马上就有血光之灾，怕是有生命危险啊！臭流氓，你再敢跟着我们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就马上报警抓你！既然走2步就能触发如此凶险的杀劫，这姑娘身上的风水局绝对不简单啊！你看，这下总该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了吧？你身上是真的有致命的大凶兆。住口！你就算是从小救了我们，也不许再拿那种下流话胡说八道。云云，刚刚要不是他，我们俩现在都已经变成肉泥了。小哥，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身手简直太帅了！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就这道谢的声音小的连苍蝇都听不见，可没什么诚意啊。那你想要怎样？要钱是吧？开个价。行，实在一点，这个数。好，我给你200万作为答谢。多少？我的个乖乖，
我本来只想要个2000块钱打车吃饭，这姑娘一出手竟然就是200万，撞上超级富婆了，这是发达了发达了！200万算什么？这可远远不止我们龙家大小姐的命呀！等会儿，你刚才说龙家，你是变成龙家的人？好吃，真的太好吃！山下太好了，我这么多年在山上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！你是说，你师父曾和我父亲有约，要再帮我们龙家一次？师傅说10年前你家的风水局就是他帮忙做的，但是他也算到10年后你家还会有一劫，让我下山来帮你们。龙家的确是从10年前开始蒸蒸日上，直到成为变成最具影响力的家族，而且也确实是从半年前开始遇到各种不顺，可这种事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。你不信？这种事情，云月，这小哥这么厉害，肯定说的是真的。怎么，要不我再给你算2卦？算我的，算我的。我掐指一算，你喜欢紫色。这你都能算到，你还能看出来什么？我还算到你今天准备和男朋友约会。真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准备晚上去找他的，都还没来得及和云云说。但可惜，你男友是个渣男，这会儿正跟别的女生约会呢。这个王八蛋，我早就怀疑他了，我现在就找他去算账。这些真的都是你算到的？不是，刚刚抱你俩躲汽车的时候，我从领口瞄到她穿的一套紫色连身内衣了。师傅说过，女生只有在和男友约会时会特意穿整套的内衣。流氓！那她男友出轨呢？那是我瞎编的，为了支开他，不打扰我俩。骗子！哎，跟你说的，我师傅和龙家的约定是真的，我会相貌也是真的。哼，我才不会相信。令尊已经重病昏迷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件事情龙家没有向外透露半分。你的祖父辈是不是有人在近半年内去世？那种身体没什么问题，但忽然就走了的？没错，我的爷爷、外公都是在这半年里走的。看来你身上的局并不是针对你一人的，而是针对整个龙家。如果再不处理，怕是令尊也危险了。你没骗我吧？带我去看看你父亲，就知道了。我去，这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吗？这院子大的能跑马了吧？要是能让我过上这种生活，哪怕每天只能好吃懒做无所事事，我也愿意啊！走吧，我带你去见我父亲。希望你说的那些都不是在骗我。龙小云，这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臭乞丐？你竟然让他靠近龙家的大门！臭要饭的，还不快点滚，省得脏了本少爷的眼！哎呦，这位少爷火气这么大，印堂发黑，嘴唇发紫，怕是平时虚火上升，那方面不行吧？要不要小爷给你开副药？你走，别理他。小畜生，你敢咒我？你给我等着！这是我后妈雪姨。有钱人吃的就是好啊。云月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带了个臭要饭的回来？雪姨，这是我朋友，他懂些医术，我带他来看看爸。他穿的不三不四，还医术，哪里来的江湖骗子？龙千钧的问题还不算特别严重，让他醒来不难。倒是这个针对龙家的局，看起来做局的人以龙小云为眼，利用血脉关系，从而影响整个龙家，是个高手啊！云月，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人？你爸的病请了多少名医圣手来看，都没什么好办法，指望一个江湖骗子？这……雪姨说的对。雪姨您好，
云云，你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会被这种下三滥的骗子骗呢？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治好龙伯伯的病的。云云，你看，小琴是著名医学世家的继承人，年纪轻轻就医术了得，许多豪门想请她都请不到呢。你难道不相信她，相信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叫花子吗？你觉得我父亲的病怎么样5分钟，只要5分钟，我就可以让他醒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小乞丐口气倒是不小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5分钟，你当你是神仙？云云，你这朋友这么会搞笑，怎么不在天桥上老老实实讨饭呢？难道他真的只是个江湖骗子吗？或许有些奇奇怪怪的本事，但医术毕竟是需要长时间学习和积累的，是我病急乱投医了。这样吧，我让他醒来，你给我500万，怎么样？你说真的？虽说答应了师傅要帮龙家，但顺手赚点钱还是可以的嘛。你但凡能让龙伯伯动弹一下，别说500万，我当值给你跪下磕头道歉。哎，这可你说的啊！先暂时切断他和龙小云之间的联系，让他不受龙小云身上的局的影响。哈哈哈，符纸还真是江湖骗子。云云，你怎么会相信这种破玩意儿能治病？难道说真的是我犯糊涂了？谁说我用符纸治病了？这才是治病的东西。针灸，我们早就请过最好的中医专家，根本没用。这是游龙试之法，这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这个小乞丐怎么可能会？哦，你还有几分见识？好了，他身体衰弱，气血亏空，引导血液涌上大脑，就可以让他先清醒过来了。清醒之后，剩下的问题就好办多了。小琴，他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真的能让龙千军醒过来？理论上是没错，可问题是没人能做到啊！这真的能让父亲醒来吗？醒来吧，龙小云的父亲！我去，充血充错头了！哇哦！陈少阳，你到底对我妈做了什么？这绝对不可能！龙伯伯的神经系统早就近乎坏死，和全身瘫痪没区别，怎么可能还会有这种反应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都昏迷大半年了，怎么好像还比以前更大了？哎，说好的500万，外加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赶紧的，别想赖账！你这算是什么治病？分明是下三滥的江湖把戏！你就说他动没动吧，小爷这是在唤醒他身体最深处的本能。少阳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你不是说能让我爸睁眼醒来吗？一点小失误无妨，小爷我再来一次。这次绝对没问题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搞错了，再来。陈少晴，你这没问题吗？我爸会不会被你折腾散架了？好了好了，马上好了。啊！这下真成了。我这是……爸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龙伯伯之前几乎都接近脑死亡了，怎么可能还能醒来？这不符合常理。这个老东西竟然真的醒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他要是醒了，我的儿子还怎么继承龙家庞大的家产？你可终于醒了，让人家担心了这么久。云云、阿雪，还有小琴，是小琴救醒了我吗？不是的，爸，是他，我朋友陈少阳，是他让你醒过来的。不白救啊！500万呢？他救了我。这么一个年轻人，看着普普通通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本事？
哎，还有跪下磕头那部分呢？不要得寸进尺，都答应给你500万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废话，500万是龙家给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跪你呢？我警告你，我可是秦家的继承人，和许多大人物都有往来。我管你这那，说好了要跪就给我跪！哎，这才对呢，男人说到就该做。你等着，这个仇我定让你1000百倍还回来。陈少云，现在我爸醒来了，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接下来静养，慢慢把身体亏空的一点一点补回来。记住，虚不受补，不能急躁。另外，这符纸别动，我每过3天会来更换一下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先休息了。云月，你安顿一下这位小友，答应人家的钱也先给人家。好，爸您安心休息。这个小叫花子看起来还真有些本事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他赶走，不然要坏我大事。你就先住这里吧，有什么问题找管家就好。等我爸稍微有精神点，你再跟他好好聊聊。好说都好说，麻烦先把钱转了。你就这么喜欢钱？喜欢？那可太喜欢了！你是没过过没钱的苦日子啊！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要是我的身世也像这么富贵就好了。总觉得模模糊糊的记得，这玉佩好像是小时候谁给我的，是谁呢？这么晚了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，除非你加钱。一个下贱货得了便宜还卖乖，钱都到手了，还不赶紧滚回你的下水道去？哦，原来是来赶我走的，那夫人也得加钱。你一个臭要饭敢碰我！你这个贱种，你放开我！你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我可是龙千巨的妻子，这里是龙家，你敢碰我一下就死定了！人妻好啊，夫人，你也不想被别人知道这么晚来我房间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给钱，不然我就叫人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让你好看！多谢夫人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个不对劲，她是龙千军的妻子，应该也会受到被人做局的影响，她身上却一点迹象没有。龙辉，你今天白天不在家，你是不知道，有个叫花子来龙家招摇撞骗，不仅阻止我为龙伯伯医治，还擅自在他身上胡作非为，说是用符纸能治病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，行骗骗到龙家头上来了。不仅如此，龙伯伯还真就醒来了。可这分明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呕心沥血医治的效果，现在龙伯伯和龙小银却相信是那江湖骗子的本事。秦兄不必担心，回头我跟我爸好好说说，爸最信任我。说得对，俊俊，从小你爸最喜欢你，你说的话他一定相信。妈，你生这么大气做什么？给钱，不然我就叫人了。那个贱货挑了我20年，你别管，总之一定要把那个招摇撞骗的臭要饭赶走，不，先狠狠教训一顿，打断他的手脚，再把他扔出去。给你，你收好了。这个就是证明，证明你以后只能跟我玩，只能听我的话，只能被我欺负。要是再有别人敢欺负你，你就把这个亮给他们看，说你是我的人。一晃这么多年了，后来听说他的家里出了变故，这位儿时的文伴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。陈少阳，你怎么上来了？区区3楼而已，2下就上来了。谁说这个了？你这么晚想干嘛？别说，确实有点响。先不说这个，
那个胡小慧是你后妈对吧？她跟你爸还有一个儿子对吧？对，我弟弟龙辉，怎么了？这个龙辉，恐怕不是你爹亲生的。什么？爸，你都能坐起来吃东西了？是啊，要多谢这位陈小师傅，让我重新醒来，大恩大德，龙家感激不尽。只是这些符纸还要贴在这儿吗？还是要的。龙家的局还没有破，是这些符箓暂时护住了你。要是没了这些，你的病情随时可能反复。这个还真是闻所未闻啊！哼，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江湖贩子。爸，你们都被这个抽药贩子给骗了。俊儿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是因为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治疗产生了效果，只是龙伯伯您恰好在这个骗子在场时醒了过来。没错，我妈天天为您烧香祈福，顿顿素斋，就算有力量，也是我妈的诚心，不是几张破符纸。龙辉，爸身子还虚，你少说2句吧。龙小云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，就相信这个江湖骗子？他就是一个下贱的乞丐。龙小云毕竟是女孩子，眼光窄，看人识人的本事不如俊俊。这一次可得吃一堑长一智喽。我这就去撕了这几张装神弄鬼的符纸。难道说这个陈小师傅真的只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？他也确实太过年轻了一点。呵呵，龙小云、龙千红无关联，果然不是亲生。堂堂龙家家主被人戴了绿帽子。哎，你要是把这几张符撕了，我可不保证龙千红会发生什么事哦。我就不信了，几张破符纸撕了能怎么样？就是，你这符纸比得上我80万求来大师开过光的佛像吗？好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们自己要作死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先说好了，钱我可是不会退的。爸，你快阻止他们啊！哈哈哈，你看，这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？这个骗子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爸！你们为什么不听陈少阳的？为什么非要撕掉那些符纸？现在出事了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秦昊天，你快来看看，我爸他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2天生命体征明明在恢复，怎么会突然恶化？你不是医学世家的天才吗？不是能治好我爸吗？快说办法！我不知道啊，这完全超出医学常识，根本不应该发生这种事。陈少祥，拜托你救救我爸爸，我求你了！我这个江湖骗子可没本事救你父亲，你还是找这位医学天才吧。求求你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什么都答应，这话可别后悔。对，只要你治好我爸，我什么都愿意答应。好，这次得加钱，8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只要钱，我现在没那么多现金，先转你200万，剩下的马上补齐。行吧，看在你是老客户的份上，今天就再帮你一次。闲杂人等，都给小爷让开，别耽误我救人。你别想再用破符纸招摇撞骗，我老公只是巧合昏过去，一会儿肯定能醒。学姨，你就让他试试吧，万一爸有3长2短，我们都承受不起。有问题才好，他死了，我儿子才能顺理成章继承龙家一切。符纸？不，这次得下猛药。什么猛药？难道你还有别的鬼把戏？秘传绝招，物理驱邪。你疯了！竟敢用拖鞋打我爸，这是要杀人！
来人！来人！给我弄死他！出了事我担着。爸，你醒了，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刚才好像被恶鬼缠住，动弹不得。龙辉他们不听劝，撕了符纸，您再次昏迷，是陈少阳救醒了您。小师傅，求你一定救我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脸怎么这么疼？这个，爸，您醒过来比什么都重要，别的别多想。这怎么可能？拖鞋打人怎么可能救人？别急啊，治疗还没结束呢。你要做什么？别过来！你和你爹血脉相连，气运相通，想治好你爹，也得给你来一套物理驱邪。我警告你不要乱来，这里可是龙家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！你敢用你的脏手碰我儿子一下试试？还不快拦住他！住手！这是为了给我治病，你们不许阻拦，一切听小师傅的。我才不用手，我用拖鞋。老公，哪有这样治病？这分明是在发疯，他是故意报复我们。哎，我这拖鞋可是开过光的。龙先生染上脏东西，血脉相连的儿子自然逃不掉。夫人这么急，该不会这小子不是龙先生亲生的吧？你别乱说，俊俊就是我和我丈夫亲生的，绝无此事。龙先生，感觉好点没有啊？胸口那股闷堵是不是轻了？好像真的好点了，胸口不闷了，气也顺了，多谢小师傅。要是夫人也让我驱一下邪，把你身上沾的晦气清一清，效果会更好。你不要乱说，老公，你可千万别信他，他就是想羞辱我们。阿雪啊，就当是为了我，你就忍耐一下吧，别耽误治疗。老公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真要让他这么对我？等一下，不是说要血脉相连吗？我和龙千浩也没有血缘关系。但你们有夫妻关系，夫妻本为一体，自然会相互影响。除非夫人你背叛了这段夫妻关系。我没有，我绝没有背叛，你快放开我！那就来吧，夫人。你也不想你老公一直躺在床上被煞气折磨。六丁六甲，乾坤无极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妈咪妈咪哄。龙先生是不是感觉又好一些了？头不晕了吧？没错，感觉眩晕感少了很多，浑身都轻松了。阿雪，你再忍耐一下，让小师傅多驱邪。你不是怀疑龙辉不是我爸亲生的吗？怎么驱邪还有用？确实没用，我就是单纯的想抽他们而已。你爸是因为煞气被我用内力抽出体外，状态自然慢慢恢复了。骗子，你就会欺负老公，他竟然敢打我和俊俊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是啊，爸，我查了账，前2天这骗子还骗了龙小琴200万，加上这2次诈骗，他已经骗了我们龙家1500万了。哎，严谨一点，只到账了900万，别多算，我这人讲诚信。够了，这些钱难道我龙家付不起吗？但确实也不少。你带你妈和小琴先下去休息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敢打我的脸，从来没有。要他死，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儿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这个仇我们必报。我记得您不是认识几位很厉害的大师吗？专管邪门事儿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请大师来对付他？您看啊，万一真的是涉及到了什么神神鬼鬼的事情，那些大师总该比那毛头小子厉害吧？您要是请来大师，不就能把他赶走了吗？对啊，妈，您去请位大师来，钱不是问题，多少都愿意花，只要能赶走那小子，怎么都行。这倒是个办法，只要把那小子赶出龙家，还不是任我们拿捏？再请大师做些手脚，让龙千红一直睡下去，我儿子就可以顺利接手龙家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求大师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永远翻不了身。多谢大师亲自为我开光，这次我一定能怀上儿子。都是缘法，心诚则灵，回去静待好消息便是。师傅，您忽悠人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，不仅便宜占到了，还能收钱。哼，你当我只靠忽悠？没点真本事，谁会被你忽悠？上次那个撞了邪的老太婆，还不是为师给她驱的邪？为师能走到今天，
靠的全是这个宝贝呀！师傅，这是一把木剑而已，有这么厉害？这可是真正的法器，一位叫八祖爷的真正高人打造，开过光的，哪怕我什么都不会，只要有他，处理一般的小鬼不在话下。为了得到这宝贝，我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呀！大师你在吗？救救我！那个富家太太来了，太好了，看来今天是走了财运了啊！见过大师。大师，我家中出了祸害，邪气缠身，还请大师为我出手。张施主，你可知介入他人家庭要承受多大的因果，不可鲁莽啊！我懂，因果我来担，还请大师一定要帮我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走一趟吧，除你家中邪祟。这是你爸和龙辉的血，抽空去做个亲子鉴定，算是给老客户的物家服务，不收钱。你什么时候弄到的？我怎么一点都没发现？真当我昨天抽他们是闲着没事啊？自然是早有准备。好，我安排人去核实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。爸，您都能下床了，恢复的也太快了。是啊，感觉状态越来越好了，真是要感谢陈小师傅再造之恩。不谢，拿钱办事嘛。而且你也别高兴太早，你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那不知以陈小师傅看来，我龙家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家被人做局了，而且是狠局，而这个局的关键在他身上。云云，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是局眼？这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干什么？陈少熙，你耍流氓！你这是……小师傅，你怎可如此无礼？龙小群胸口的红点以前应该是没有的，你们仔细看。陈少阳，你这个流氓，长了颗痣又怎么了？谁身上还没个痣？那不是痣，而是一盘藏凤局，是阴毒风水局的印记。藏凤局是什么？我这2天仔细看过了，龙小云的命格是十分罕见的孤鸾煞，这种命格会波及6亲，最终落得孤寡一人。但同时，这种命格若是引导的好，也能化为庞大的风水财运。对，没错。10年前有一位叫做八祖爷的高人来过我家，就说过云云的命格十分特殊。在他改了风水之后，我龙家的确蒸蒸日上。但现在有人破了你家风水，并利用他的命格做成了藏凤局。龙家的人会按长幼男女的顺序依次枉死，而后化为煞气进入他体内。最后，做局的人会利用这些煞气制成催孕符。这究竟是什么人要这么害我龙家？心太狠了！陈小师傅，你可一定要帮我们，报酬都好说，多少我都给。他一个下贱的江湖骗子，凭什么能帮我们家？不过是装神弄鬼。爸，您别再被他骗了，他有个屁的本事，就是靠着不要脸坑蒙拐骗罢了。没错，老公，我和君君可是你的妻子和儿子，难道还会害你吗？你们不要胡说，昨天分明就是你们撕了符纸之后，我晕了过去，然后又是陈小师傅救醒了我。龙伯伯，我回去仔细想了想，一定是他趁我们不注意，给您撒了些迷药而已，而后又用抽打的方式强行让您苏醒。至于您觉得状态越来越好，只是肾上腺素分泌的原因而已。这不会吧？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江湖伎俩罢了。这是老公，这位可是真正的大师，远近闻名。要是我们家真有什么脏东西，也该请大师出手，而不是一个江湖骗子。这玩意儿怎么有股熟悉的气息，跟师傅那老东西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姓陈的，你这个下三滥的玩意儿！现在真大师在这里，还不快点跪下磕头认错！你们凭什么就认定他是真大师了？真大师的名头远近皆知，不像你这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杂种。大师，您快露2手，好让我爸看看谁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。这可是变成龙家的家主啊！要是能把他忽悠住了，以后岂不是发财了？也罢，看在张施主的面子上，
老夫便略施小计吧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急急如律令。这感觉身体确实有些不同了，有种暖洋洋的感觉。厉害，这才是真大师的手段，比那个骗子强100倍。看到了吗，臭要饭的，这才是真正的高人。你那种用拖鞋抠人的下三滥手段，在大师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这位大师手中可是真正的法器，哪像某些江湖骗子，全靠胡言乱语和暴力手段来坑蒙拐骗。龙伯伯，您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！龙家主不过是气血亏空，老夫略加疏导，便有几分效果。龙家主可千万不要听信了某些人的危言耸听、故弄玄虚，被骗取了钱财。这大师的行事作风确实更像高人，相比之下，陈少阳的做法，难道我真的被骗了？陈少阳，你倒是说句话，解释一下啊！急什么？你难道忘了你家的问题可还没解决呢？昨天我用拖鞋给你爸驱邪的效果，差不多也要过去了，让杀气再飞一会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手脚！昨天还没有被说够，我说了这么一会儿，听不懂吗？你还敢打我儿子？老公，你难道就这么看着吗？陈小师傅，你这不妥吧？差不多了。什么意思？龙家主，一会儿忍着点啊！还在装神弄鬼！今天你别想完整的走出龙家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陈少阳，你快救救我爸呀！急什么？这不是有大师在吗？对，大师，你法力无边，你快救救我爸，报仇都好说。这我哪会治病啊？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成了是我有本事，不成的话就都是那小骗子作祟。莫慌，老夫在此，区区邪祟翻不起浪花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！有效果，喜欢装，让你装出风格，装出风采。傀儡夫，去！这是怎么了？大师，您这是？这也是做法的一部分。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？还挺妖娆。尺度再大一点。爸，大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陈少阳，别闹了，再闹就出事儿了。精彩精彩！原来还能这样驱邪，今天也是长见识了。这位大师，不会晚上在一些特殊场所还有副业吧？你别管大师怎么做，反正效果是达到了，我老公都能站起来了。没错，或许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法门。这个是师门不传之秘，虽然看起来有些不雅，但效果很好。老夫也是轻易不会在人前使用，今日也是为了救龙家主才豁出去的。这个大师真有本事。有本事的不是他，是那把桃木剑，而且也不过只是暂时压制你爸的问题罢了，管不了几分钟。大师大恩大德，龙家一定不会忘，一定会给大师满意的报酬。只是不知大师师承何处啊？家师名号八祖爷。什么？您是八祖爷的弟子？不错，这便是师傅赐我的法器，上面有他的记号。我靠！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这不是师傅以前用来掏锅灶的那把木剑吗？老东西不会是拿下山卖钱了吧？这助纣为虐的老混蛋做这种事情，竟然不带我！没错，这
确实是他老人家的记号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爸，你认识这个八祖爷？10年之前，这位高人曾来过我龙家，为我们做了风水局，保我龙家蒸蒸日上。他老人家还说，10年之后还会再来一次。原来是让作为弟子的大师您来了。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情。没错，我就是来替师傅了这桩因果的。缘法都是缘法。臭要饭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才是真正的大师，真正的高人弟子。你是八祖爷弟子？正是。那我是谁？你自然是一个下贱的乞丐而已，也敢跟大师相提并论。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猜忌和输赢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才是八祖爷胡八仙真正的，也是唯一的亲传弟子。哈，你说你是八祖爷的弟子，凭你这个叫花子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编，接着编。大师的弟子身份有桃木剑为证，你有什么？拿得出证据吗？师父从未提过有这么个弟子，分明是招摇撞骗，想抢我的身份。随你们信不信，我懒得证明。爸，这人一看就是骗子，快把他轰出去！这究竟谁说的是真的？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一定是你在报复我们！这根本不是医学能解释的东西，太邪门了！大师，您快出手啊！我爸的命都快没了，报酬随便您开。莫慌，有本大师在此。陈少阳，求你了，我给你加钱，我再给你加500万，求求你救我爸！用不着他，大师完全够了。这怎么可能没用？这可是真正的法器，当年可是花了巨款才买到的。大师，你倒是快点啊！我爸快不行了。这杀气太强，需要换一种方式。那你快换啊！钱不是问题，多少钱都行。大师，要不再跳个艳舞试试啊？刚才那套挺管用的。这个，对，大师您快试试。刚才跳完，我爸确实好了一会儿。这又跳上了。或许这是必要的步骤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不灵了？我知道，一定是跳得不够骚，越骚效果越好。对，大师，您再骚一点试试。老夫今天的节操哗哗的往外流啊！施主，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吗？别管那些，我爸要紧，骚起来，报酬不会少你的。这场面生平仅见啊，发到网上一定能火。老夫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这真的没用。陈少阳，求你了，求你救我爸！你要多少钱都行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小师傅，求你。也不是不行，不过这个价格嘛，好说，都好说。只要你能救我，你这个骗子，别想再骗我们家1分钱。你给我滚开！龙老爷子，这价钱我们是不是得再谈谈？好，什么条件都行。龙氏集团给我10%的股份。你疯了！你妄想！老公，可千万不能答应他呀！不答应？好啊，那我也不勉强。龙家主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我答应。还是龙家主痛快。
把那个大师的腿给我打断，扔出去。陆家主，饶命啊！我也是受人指使。爸，这个陈少阳分明是趁机坐地起价，趁火打劫，他就是个骗。够了，你们两个，给我回去好好反省。没有我的话不准出来，谁都不准求情。老公，我可是你的妻子。去。陈小师傅，我龙家欠你一个道歉，也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股份的事儿我会立刻让人去办，绝不含糊。接下来龙家的这个局要如何破解？先给他压一压，他身上的煞气是局眼。做这个局的人，想取回龙小云身上的煞气，必须破他的处子身。所以只要对外宣布龙小云要结婚，做局的人必然坐不住，一定会亲自出手，用云云做诱饵。当然，新郎得是我，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守在他身边，等于上钩。你说什么？假的，放心。不过保护费得另外算，这活危险。对外宣布，龙小云月底大婚，广发请帖，规格要高，越隆重越好。新郎叫陈少阳。爸，这是亲子鉴定结果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18年，我养了18年的儿子。婚礼好，就在婚礼上把这两个人一起踩死，让他们永远翻不了身。婚礼宾客云集，全霸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场，龙家的脸面最要紧。只要在那种场合把事情闹大，当众揭穿，陈少卿那个叫花子和龙小云那个贱人都别想翻身。我家是医学世家，鉴定报告这种东西做起来很简单，而且以我家的信誉，没人会怀疑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伪造一份亲子鉴定，证明龙小林压根不是龙千钧亲生，到时候当众宣布，她有什么资格留在龙家？有什么资格嫁人？有什么资格碍我们的眼？好，就这么办。到时候看他怎么解释，百口莫辩。来，预祝我们的计划成功，让那两个贱人永远翻不了身。龙家很快就会是我。龙家千金今日大婚，这新郎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以前从没听说过。不知道，看打扮也不像有钱人，穿的普普通通，也不知道龙家看上了他什么。龙兄，令仙君大喜，秦某特来道贺，恭喜恭喜！秦兄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快请入座。这人面色灰败，印堂一道死气横穿，左眼角有一块暗斑，这是被人下了蛊，而且已经种下不浅了，再拖几个月，神仙难救。我去去就来，顺手办件事儿。秦家主，借一步说话，有件要紧事。等一下，这场婚礼不能继续。各位，今天这场婚礼有个天大的秘密，大家都应该知道。
龙小云根本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女儿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正规医学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报告，白纸黑字，龙小言与龙千坑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这件事我也是刚刚知道，心里难受极了。可是真相总要有人说出口。好，既然要摆证据，这是龙辉与龙千俊的亲子鉴定，结论是没有血缘关系。一派胡言！你这个假千金！龙辉所持报告是经由我秦家机构出具，真实性毋庸置疑。至于龙小云手中那份，来源存疑，请问是哪家机构？秦家的信誉，那可是没话说。是啊，秦家几代行医，从不作假。古城，帮你清了，回头记得查一查是谁下的手。恩公大德，秦某铭记于心，日后若有差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冒牌货就该滚出龙家！今天这场婚礼又是个笑话。云云，阿姨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可是你身份存疑，实在不合适再留在龙家。我们龙家丢不起这个人。给我把他轰出去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？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爸，白纸黑字的鉴定报告在这里，您到底还要袒护这个假千金到什么时候？您难道连龙家的脸面都不要了吗？都给我住手！我来说两句。爸，您不是在休养吗？这份鉴定是伪造的。什么？秦家家主亲自出面了？伪造的？那龙辉手里的……爸，您别乱说，这可是咱们秦家机构出的。闭嘴！啊！龙小云小姐手中那份，经由我秦家权威机构正规出具，真实有效。龙辉与龙千浩先生确实没有血缘关系。怎么可能？绝望！你还有你，今日起给我滚出龙家！你给我跪下，向人家道歉！龙小姐，对不起。等等，先别轰人。陈小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，他们还有用？做局的人潜伏极深，一定有龙家内部的眼线，留着他们，钓更大的鱼。明白了。秦家主，那古城的来源，回头告诉我一声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哦，对了，龙老爷子，什么事？今天跑了这么多腿，得加钱。你小子多少？今天出场费、婚礼顾问费、鉴定报告鉴别费、蛊虫清除费，打个折，200万。你脸皮是铁做的吧？叫花子哪有脸皮，只有收款码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龙老爷子，婚礼的事儿今天先按下，但对外必须维持已订婚的消息，让做局的人以为计划还在推进。一切听小师傅安排。老板，接下来咱们就等着大鱼上钩了。
你正经点，能死吗？正经要加钱的，你给吗？今天的事情闹成这样，你爸迟早会正式处置我们。君君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妈，你别急。那个陈孝祥留着我们，说我们有用，这本身就是漏洞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以为在用我们钓鱼，那我们就主动把那条大鱼请了，让陈少阳和龙家被一口吞掉。你是说联系他？是时候了。10%的股份已经过户完毕，收好了。你就这么收了？看都不看一眼？我信得过龙老爷子的人品，信不过的话，到时候查账就行。信不过才是真的吧？陈小师傅，做局的人，你查出来是谁了吗？方向有了，但还不确定。龙老爷子，10年前我师傅给你家做风水局那天，有没有其他外人在场？有一位是当时的一位合作伙伴，叫唐老三。那时我与他正谈一桩生意，他恰好在场。他现在在哪？他3年前就失踪了，有人说他出了事，但尸体一直没有找到。印象中这个局的手法极其阴毒，不像一般的旁门左道。唐老三失踪，还是说他根本没有死？怎么了？秦仲思查出来了，给他中蛊的人3个月前曾以客商身份登门拜访过秦家，留下的联系方式是假的。但是这个人，昨天的婚礼现场，我见过他。他昨天来了。就在宾客里。也就是说，他就在我们身边。行了，别慌，鱼已经上钩了，就看什么时候咬了。你就不紧张吗？紧张又不给钱，紧张干嘛？你能不能正经1秒钟？正经没意思。陈小师傅，你说一个人被枕边人骗了这么多年，算不算活该？不算，蠢的是骗人的，不是被骗的。但我这个家主，连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。知道也没用，关键是现在知道。俊俊那个孩子，我从小带他也不差。他联系过那个做局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他房间布了眼。他真的做了这种事？那就让他做。你说要钓鱼，我配合你。对了，龙老爷子，什么事？深夜谈心服务费。你认真的？1分钟1块钱，我们聊了大概20分钟。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这一次，陈潇翔和龙小云一个都跑不掉。还有龙千鹤，他要是识时务，让俊俊继承家业，我可以留他一命。妈，你太仁慈了。你说的对。晚上站在外面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走走。你不睡？睡前习惯看看气象。你相面也能看天？天地同理，人身是小天地。你身上那半块玉是哪来的？师傅说是捡到我的时候我身上带的，别的他也不知道。能让我看看吗？
陈少阳，这个感觉，等一下，感情越深，到时候摔得越帅。你小时候左边脸颊这里有没有一颗痣？有。你怎么？等！你小时候是不是住在山下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翠微巷。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欺负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？谁欺负人了？是他自己喜欢哭的。我靠！我一直以为你家出了事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你了，没想到。难怪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总觉得哪里熟悉，原来竟然是他。你当年欺负我的事得赔偿。你能不能别老想着钱？行，那就先欠着。师傅说让我下山帮龙家，到底是不是早就算到了这一层？老狐狸，这种事也不给我提个醒。不对，明天气场大变，凶煞汇聚，那个做局的人明天就会出手，来得倒挺快。老爷，门外有位先生说是故交，登门拜访。他说他叫唐老三。唐老三？不是说失踪了3年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？让他进来，既然来了，就请进来坐坐。这会不会有诈？请进来，鱼自己游到网里了，哪有不见的道理？龙兄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听说你身子不太好，我特地来看看。堂兄，你失踪3年，音讯全无，如今突然登门，所为何事？听说龙家千金要大婚，特来道贺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我这个故交怎么能缺席？这位就是最近名声大噪的那位陈小师傅。唐先生消息倒是灵通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彼此。表面平静，但眉宇间的死气已经开始涌动。这个人只剩不到1年的寿数了，用这种局来给自己续命，竟然狠得下心。唐先生，既然是来道贺的，要不要我给您算一卦，免费的？他真的来了，这下有救了。好戏开场了，今天就让陈少阳和龙小云那个贱人知道得罪我龙辉的下场。小师傅要给我算卦，我洗耳恭听。唐先生，您这一卦呀，寿元将近，不足1两。陈小师傅果然厉害，但是您想用藏凤局来给自己续命，这个主意嘛，不太聪明。看来陈小师傅查得很清楚了。也没多清楚，就是大概知道您要干什么。既然如此，那也没什么可绕弯子的了。龙兄，当年是你抢了我的生意，逼死了我的兄弟。这些年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你可知道？堂兄，当年那件事，你用钱和手段把我赶出了汴城，我一无所有，走投无路。不过这些旧账今天不重要。那您今天来是想直接动手？陈小师傅年轻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幽冥令，这玩意儿我师傅提过，能聚阴煞，能驱死气。这个人比我预计的难缠得多。哦，那就有意思了。
龙兄，我没想伤你性命，只要你把龙家的产业迁到我名下，我就解了这个局，大家相安无事。爸，答应他。你和他早就认识，是又怎样？老公，你这辈子最大的错，就是以为你看得透我。姓陈的，今天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？你和这个假千金，给我跪下道歉，乖乖滚出龙家！你说完了？说完了？怎么？那轮到我了。唐先生，那个幽冥令你会用，我也会补。你懂幽冥术？你猜我懂不懂？这个唐老三把藏凤局做了接近1年，积累的阴煞不少，正面硬扛倒是不难。麻烦的是，他拿龙小云当局眼。龙小云，过来，快！我要破局了，过程会有点痛，但你必须忍着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动。没事，你破，我扛得住。你敢！果然，局一动他就拼命了。不过，局既然动了，机会就来了。给我打！打死他！打死这个叫花子！闭嘴！别碍事！你想把我们也搭进去吗？老家伙，刚才那下挺带劲啊。不过，现在轮到我了。这是八方镇煞阵，你怎么会这个？这不是早已失传了吗？他老人家虽然抠门，但学问还是够的。这阵法我练了10年，今天正好试试。好个胡八仙的徒弟，背身起来！妈，救我！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别喊了！这个没收了，回去给我师傅看看，说不定能换点零花钱。输了，我输了，这么多年的谋划，就这么输了。唐兄，当年那件事，你要怪就怪我，但你不该拉上你。我已经快死了，我不甘心。快死了，所以要拉别人垫背，这逻辑挺清奇的。你能破这个局？破完了，他身上干净了。
那便罢了。龙兄，该如何处置，随你。送他去自首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龙家夫人。曾经是。全完了。你说你非要趟这趟浑水，这下满意了？你别得意。好，我不得意。事儿结了，按约定，我收尾款。股份的追加部分都在这里了，陈小师傅，这一次真的是多亏了你。拿钱办事，理所应当。不仅仅是这些，你帮我找回了云云，这份恩情是钱换不来的。陈小师傅，你往后有什么打算？现在变成转转，顺便查查我自己的身世。这枚玉佩还有些线索没追完。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喂，怎么？这个还你。先帮我保管。谁要帮你保管？臭小子，身世的事你得自己去查，为师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：你那玉佩不只是信物。什么意思，老混蛋？话说半截。啧啧，这就是金钱的味道吗？比山上的老腊肉熏味好闻多了。你就不能稳重一点？现在你可是龙氏集团的大股东了，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招了个收破烂的当董事。董事？那多累啊！小爷我就想当个混吃等死的包租公。不过这龙小云生起气来，胸口那起伏，确实是大凶之兆，还没化解干净呢。老板，这你就不懂，我这叫赤子之心。对了，股份到手了，那说好的500万现金与尾款。陈小师傅放心，现金早已打入你的账户。这次若非你力挽狂澜，我龙家这100年基业怕是要易主了。好说好说，以后龙家就是我陈少阳罩着的，谁敢扎刺儿，我用银针扎的他生活不能自理。虽然唐老三被抓了，但胡小美和龙辉毕竟在龙家经营多年，他们今天被赶出去时那眼神，我总觉得心里不安。不安是对的。唐老三不过是个马前卒，他背后那个做局的人手段阴毒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老头子说这玉佩能感应灾祸，刚才这玉佩抖了一下，看来那2个家伙已经找到新靠山了，而且这靠山比唐老三要凶残10倍。龙千军、陈少阳、龙千军，我要你们死！我要你们全家都进地狱！妈，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，那些保镖全反水了，连我的跑车都被龙千军收回去了。只要有怨气，一无所有也能翻天。你是谁？我是唐老三的师兄，法号幽冥。他学艺不精，丢了阴冥宗的脸，但你们身上的怨气我很喜欢。求法师帮我们复仇，只要能弄死陈少强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好，我要你们母子的1半精血炼制噬魂酱。陈少阳，坏我宗门好事，我要你看着龙家的人一个个化为血水。大小姐，门外突然多了一个包裹，没有不动，没写寄件人，只有陈先生收。哟，难道是哪位仰慕我的富婆送的礼物？别乱动，万一有危险呢？在这汴城，还没人能用这种手段伤到小爷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血泪酱，竟然用噬亲精血做引子。胡小慧这臭娘们儿，还真是丧心病狂。
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金光咒，给我破！不好，这不是普通的降头，是噬魂蛊。他们的目标是龙千群。管家，立刻去2楼龙爷房间，快！你醒醒啊，爸！别碰他，这噬魂将入髓了。这做局的人就在附近。龙小云，守住门口，无论是谁进来，直接用我给你的那张符贴他脸上。好。游回神针，饮血排毒，走！区区邪祟也敢见光？这毒酒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对付，他这是在投石问路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。那个小道士，云云让你回去吃饭，你跑这儿溜达什么呢？不的，我这是在钓鱼，有人在后面跟了我3条街了，这鱼饵可是很香的。哪有人？你别神神叨叨的，上车，姐姐带你去喝高端下午茶。上车，怕是待会儿这车就得变灵车了。妈，你怎么怪我？看电影呢！注意点，这电影你这种龙套看一眼就得杀青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点零件吧。傀儡死士，连魂魄都抽干了，这幽冥老狗还真是够狠。陈少言，你的相术确实让老夫惊讶，但你护得住龙家，护得住全城的人吗？老狗，有本事冲小爷来，拿普通人撒气，你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。陈少阳，你脚底下影杀阵，这老家伙懂得旁门左术还真不少。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花里胡哨都是虚的。金光复印，万邪必异，给我开！保魂后的内力。既然如此，3天后的月圆之夜，我们在龙家后山见分晓。月圆之夜，那是阴气最盛的时候。看来这老狗是要开启禁忌之诀了，得赶紧让老头子寄点保命的东西来。归零，归零，极品朱砂、百年雷丁木、纯黑狗血。哎呀，这大城市的物价真是太离谱了，这做法术的成本简直是直线飙升啊！你又在算什么糊涂账？后山的决战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那老怪物看起来比唐老三危险多了。老板，这怎么能叫糊涂账？幽冥那老狗要布大阵，我不得准备点极品法器硬刚吗？这法器它不能凭空变出来吧？陈小师傅不必拐弯抹角，需要多少资金，龙家绝不含糊。管家，去拿支票本。哎呀，龙爷就是敞亮，不多不少，300万材料费，外加200万精神损失费。毕竟晚上打架影响我睡美容觉。你掉钱眼里了，我爸的命都是你救的，龙家现在都是你的，你还左手倒右手。亲兄弟明算账，龙家的钱是龙家的，我兜里的钱才是我自己的。我的快递，小爷在山下可没网购啊。寄件人填的是天下第一大帅哥胡八仙，邮费到付888元。我靠，这死老头子寄个破烂还要我付钱，他怎么不去抢？我来付吧，这算进你的材料费里。乖徒儿，此乃祖师爷传下来的镇阴盆，专克邪祟。注：为师昨晚刚用它洗过脚，千万别凑近闻。这就是你说的极品法宝？胡八仙，你个老王八蛋，老子跟你没完！虽然这玩意儿看着像收破烂的，但上面确实残留着极强的纯阳之气，对付幽冥老狗的阵法绝对有奇效。疼！法师，你不是说帮我们报仇吗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？放开我！我不想报仇了，放我走！我把龙家的秘密都告诉你。蠢货！你们以为阴冥宗的恩惠是白拿的吗？你们母子俩对陈少阳的怨气是极佳的养料。陈少阳，杀了陈少阳！撕碎他！我要吃他的肉！姐姐，
完美的母子同心愿誓。陈少阳，今晚的满月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要用你的血祭奠我师弟的亡魂。幽冥老狗，别躲着当缩头乌龟了，小爷赶时间回去吃宵夜呢。狂妄小儿，今日让你有来无回，居然真的敢一个人来！吴八仙那老东西没教过你死字怎么写吗？老头子只教过我，遇到乱吠的野狗，直接打死就行，不用跟他废话。牙尖嘴利，给我撕碎他！哟，这不是前任龙夫人和龙大少爷吗？怎么几天不见跑去整容了？这非主流造型挺别致啊！陈小阳，拿命来！变成鬼了也这么急躁？好痛就对了，小爷这可是祖师爷开过光的洗脚盆，专治各种不服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修成了龙神真气！太上老君，其疾如律令，斩！现在轮到你了。杀得好，杀得好啊！老狗，你笑什么？脑子进水了？他们不死，这满山的积怨之气怎么能达到顶峰？陈少阳，多谢你帮我完成了这最后一步。九幽地府恶鬼横行，黄泉大阵起！陈少阳，在我的黄泉大阵里，我就是神！我要把你抽筋拔骨，练成我最强的人鬼！这老东西竟然不惜献祭自己的寿元来照顾我分身，凭我现在的境界，硬扛怕是要吃亏。老头子说过，这玉佩封印着我的身世，也封印着一股极强的力量。今天就拿你这老狗祭旗！天地无极，万法归一，阴阳倒转，给我破！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块玉佩，那是京城。说啊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替京城叶家办事的。你若杀我，叶家家主叶萧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京城叶家，师傅说，当年我被抛弃在荒山，就和京城的某个庞然大物有关。难道就是这个叶家？叶家算个屁！小爷先送你下去探路。你也会死，我在地狱等着你。先跑！强行催动玉佩的力量，内力完全透支了，亏大了，这次得加钱。陈少阳，陈少阳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！老板，我在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，你要坚持住。那个破铜盆的制稿费得报销。死财迷，只要你不死，我把龙家金库给你搬空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这软饭真香。
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汤不合胃口？汤好喝，人更好看。老板，你这几天衣不解带的照顾我，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？先说好啊，想得到我的人得加钱。闭嘴吧你！就你这副无赖样，谁稀罕？这玉佩上的花纹好像变了，吸收了那老狗的煞气，它似乎解开了一层封印，而且京城叶家，看来我的身世，我父母的死，都和这个叶家脱不了干系。这阴女的血越来越差了。家主，杜九的命盘碎了。什么？边城那边消息，幽冥不仅死了，还引发了极其罕见的紫金龙气。紫金龙气，伏八仙的独门绝学，难道是当年那个没死绝的陈家余孽？18年了，那半块能开启天机镐库的玉佩终于现世啦！参见！属下在，带上黑羽卫去汴城，把那个陈家余孽的头颅，还有那半块玉佩一起带回来。至于那个龙家，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，遵命。什么人，竟敢硬闯我龙家！汴城龙家不过是一群蝼蚁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你就是那个拥有天凤命格的龙小云，姿色倒是不错。正好家主练功需要纯阴之体，你也一并跟我走。放肆！来人！找死！你别过来！乖乖跟我走，还能少吃点苦头。交出那个姓陈的小子，我给你们留个全尸。你妈没教过你进别人家要先敲门吗？你就是那个陈家余孽，看来也不过是个废物。余孽，小爷是你祖宗，弄坏了我家的门，你打算拿哪条腿来赔？哈哈哈哈！就凭你，给我拿下他，挑断手脚！大清早的，火气这么大，喝点枸杞降降火吧。内气化形，你竟然到了这等境界！现在轮到你了，是个爷们儿就拔剑。狂妄！老子劈了你！破铜烂铁。断！这不可能！我的命剑，这卑贱的余孽竟敢毁了我的本命神兵！别嚎了，吵得小爷耳朵疼。就你这破铜烂铁，还没我家山头杀猪的刀硬，碎了也是为民除害。他疯了吧？他在自残！这是以血养剑的禁术，这种玩命的招数，叶家培养出来的狗还真是够狠。
小师傅，快躲开！躲？小爷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。九转向神，乾坤一致，给小爷罪！你到底到了什么境界？想知道，下地府问阎王爷去吧。陈少强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不行了，这招太费肾了，老板，我这工伤必须得赔2000万。陈少阳，你给我起来！京城叶家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小师傅，这次龙家彻底把叶家得罪死了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龙爷，不是你得罪他们，是他们非要找我的麻烦。那块玉佩，他们势在必得。师傅让我下山帮龙家，其实是算准了叶家会通过龙小英的命格找上门。这一环扣一环，老头子真是个算死策。陈少阳，听残剑的意思，京城叶家实力深不可测，刚才那只是个打手，如果是叶家家主亲自动手，深不可测，在小爷面前，天王老子也得按规矩算卦。他们想要这玉佩，行啊，我亲自给他送过去。你要去京城，那可是龙潭虎穴呀！不仅要去，还要大张旗鼓的去。我陈少阳的父母，我的身世都在那座城里，躲是躲不掉的，不如杀他们片甲不留。我陪你去。龙家在京城也有一些产业和人脉，我能帮你。老板，去京城可是很危险的，要是你不小心被叶家抓去当了压寨夫人，我岂不是亏了一大笔工资？你正经一点行不行？行，既然要去，那我们要准备一下。龙爷，帮我准备几样东西：100年的公鸡血，99朵纯阳葵，还有什么？还有2亿的差务费。京城物价贵，我得给自己买2套像样的行头，总不能穿着这海绵宝宝去拆叶家的大门吧？你就不能少提点钱吗？不能，钱能通神，相师也得吃饭。老板，给不给？给！我把龙氏集团在京城的分公司也转到你名下，够不够？够了，老板大气，走，咱们今天就出发，杀向京城。陈少阳，你现在身家几十亿，就不能把这破袋子扔了？那不行，这里面装着我行走江湖的宝贝，要是丢了，我这相师还混个屁！陈先生，我们家主请你去京城一叙，但不是跟龙小姐一起，而是坐我们的专车。专车？有高铁快吗？有高铁宽敞吗？如果没有，就滚一边去，别挡着我看美女。给脸不要脸！我怎么动不了？大庭广众的，动手动脚，多没素质！你主子没教过你出门要讲礼貌吗？我看谁敢动！回去告诉叶湘，小爷我会去京城，让他把叶家的祖坟先看好，别等我到了，连个埋人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竟敢直呼家主名讳，滚！还没到京城，他们就已经开始动手了。这才刚开始，叶萧是想在路上把我消耗死，不过小爷我有的是力气。走吧，老板，去会会这京城的第一家族。哟，这就是传闻中的天凤命格龙小琪，果然带劲。你是谁？京城叶家，叶普，我大哥残剑死在你们手里，那个废物死了也罢，不过你这个小妞得留下给我当洗剪液。你是叶狂，我看你该叫叶疯狗。印堂灰暗，眼带浮肿，纵欲过度，命不久矣。
你就是那个陈少祥小杂种，到了京城还敢嚣张！来人，打断他的腿，把女的拖上车！刚下车就想挨揍，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享受生活。急急如律令。还要带我走？你别乱来，你别乱来，这里是京城，我爸是夜宵。一股尿骚味儿，回去告诉你爸，小爷住龙家京城酒店，明天我亲自去叶家讨债。这怪物，他根本不是人。老板，咱们走，去吃点京城特色。陈少阳，刚收到消息，叶家不仅在商界打压我们，还动用了大批京城的奇门术士。明天的叶家之行，恐怕是必死之局。必死之局，那得看谁是布局的人。老板，你太紧张了。龙小云，这份转让协议签了，从现在起，这座酒店还有龙家在京城的所有产业，全部归叶家所有，这是家主的意思。凭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龙家的合法产业。在京城，叶家就是王法，让你们留条命已经算开恩了。签不签？不签的话，今晚你们就得消失。哎呀，我说这房间怎么突然变臭了？原来是来了条老狗。你就是那个陈少香，家主说了，如果你乖乖把玉佩交出来，跪下磕100个响头，或许能让你死得痛快点。老东西，我看你印堂发青，山根断裂，这分明是要大难临头的面相。哼，胡说八道！在京城谁敢动我？我敢！我看你这肚子肥肉挺多，正好用来练。你敢打我？我是叶家管事。管事？我看你是管死。相法真言咒，给我说，说明白。叶宵明天在家里准备了什么等着我？万鬼噬魂阵，还有供奉在禁地的血族。血族？看来叶家背后的靠山是个不死的邪修。滚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明早8点，小爷准时去拆他的祠堂。陈家余孽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受死吧！起得挺早啊，知道小爷今天要来，连送终的队伍都排好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残剑和幽冥死在你手里，是因为他们学艺不强，但在我叶家阵法面前，你就算有通天之能，也要化为一滩弄屑。陈少阳，放心，老板，待会儿看我手势往后站。叶宵，当年你害死我父母，灭我陈家，今天这笔账，咱们一寸一寸的算。算账？拿什么算？万鬼噬魂，开启！玩鬼！小爷我是你的老祖宗。太极逆转，诛邪必退，玉佩之灵，给我击！这怎么可能？竟然能催动那玉佩的吸魂之力！道多着。叶宵，接我一拳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这个小杂种，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万鬼噬魂阵？哎呀呀，这可是纯金丝绣的衣服啊，被你弄得全是灰，真是不爱惜东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你衣服干不干净？你能不能看看场合？老板，一码归一码，就算咱们是来报仇的，而且我刚刚那么帅，一身灰岂不是显得我很狼狈？叶宵这老登扛我一拳，但体内生机未断，肯定还有什么底牌。你小子休得猖狂！既然你逼我，那大家就一起死！血祭大阵，给我开！天哪，他疯了吗？他
竟然连自己家族的人都不放过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！你个老登，你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啊！陈少阳，当年我能灭你陈家，今天一样能捏死你！恭请血族降临。是谁唤醒了本族？血族大人，这小子身上有真龙之气和天机玉佩，杀了他，吸干他的血，您就能重塑金身，天下无敌！我靠，这是从哪个汇粪池里捞出来的成精大病？又丑又臭！无知蝼蚁，死！老板退后，看小爷我怎么给这坨大病通通肠胃！好家伙，这老怪物的胃酸够猛的啊！不过想消化小爷，你得有一副体味。九天玄雷，听我号令，给我劈死这个丑八怪！你这蝼蚁竟敢伤我法身！哎呦我的妈呀！靠炸饼的味道，这绝对是生化攻击！叶宵，你赔我精神损失费！血族大人，快用化血大法，千万不能让他喘息！闭嘴！本族做事用你教。恶心垃圾，真当小爷没治你的招了？陈少阳，你拿个洗脸盆干什么？老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是我师傅当年用来洗臭袜子的纯阳聚宝盆，上面沾满了老头子80年的纯阳脚气，专克各种邪祟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老头子脚气，给我镇压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好霸道的纯阳之气！怕了吧？我师傅的香港脚可是天下无敌的。这小子古怪的很，既然他护着那个女人，那就从那女人下手。老登，你找死！陈少阳，你怎么样？你受伤了？真疼啊！老板，算工伤啊，起码得再加500万。你这个混蛋，都这时候了还提钱，我什么都给你，你别吓我！哈哈，中了我的噬魂毒，你大罗神仙也难救。血族，趁现在吸干他！这是天机宝库的本源之力，你这蝼蚁怎么可能彻底激活它？玉佩里封印的记忆，原来如此。当年根本不是叶家有能力灭我陈家，是这个血族看中了我陈家的血脉。叶宵不过是个带路的汉奸。叶宵，当年是你出卖了我父母的行踪，引这个怪物来吸干了他们的精血。你都知道了？不，这是血族逼我的。我如果不照做，叶家也会被灭的。我从小就在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能让人赶尽杀绝？原来只是为了这该死的长生和力量。陈少阳，你冷静一点。老板，今天这笔生意我不收钱。老狗，大便！今天小爷就送你们一起下地狱去见我爹娘！神霄玉雷，真龙附体，九天雷盘金龙阵，给我杀！不，本族还要长生，本族不能死！叶家全完了！怪物处理完了，现在该来处理一下你这个汉奸了。陈总督，饶命啊！我是被逼的，我把叶家所有的钱都给你。钱？小爷现在嫌你的钱脏。你要干什么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我好歹是京城叶家之主。士可杀不可辱，你也配称士？你就是一条为了骨头连祖宗都能卖的丧家犬。这三邪打你认贼当父，残害忠良，心思歹毒，暗算我老板以及我的父母。这家伙怎么不管遇到多强的敌人，最后都喜欢用拖鞋抽人啊？别杀我！我知道天机宝库的秘密，我知道天机宝库的秘密。哦，天机宝库不仅仅是一座宝库，它是华夏龙脉的一个节点。当年血族就是为了霸占龙脉，但是要打开宝库最核心的大门，不仅需要你手里那块玉佩，还需要天凤命格的鲜血献祭。什么？
需要我的血？需要我老板的命来开门，你他妈怎么不早说？那小爷就不开了，你去死吧！陈少卿，叶萧死了，叶家也毁了，你的大仇报了。是啊，报了。不过老板，刚才叶萧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什么狗屁宝库，如果需要拿你的命去换，小爷我连看都不稀罕看一眼。谁要你稀罕了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回酒店洗个澡，吃顿火锅，然后去看看这所谓的宝库到底是个什么违章建筑。小爷我顺手把它给拆了。你这人打架的时候那么猛，上个药怎么疼得龇牙咧嘴的？哎呦呦呦，老板你轻点，打架那是肾上腺素飙升，现在是真疼啊！我可是为了救你才受的伤，这算不算工伤？必须得有奖金。有钱眼里了你！给你，这是叶萧身上搜出来的那张地图。这光点指示的位置，在京郊的卧龙山深处。叶萧说过，那里是龙脉节点，而且开门需要我的血。陈少祥，我们真的要去吗？去，当然要去。我不稀罕什么宝藏，但我父母拼死保护这个秘密，我必须弄清楚当年到底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儿。至于开门，小爷我精通奇门遁甲，破个门还要献祭，那是没技术的土鳖才干的事儿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进山。陈少阳，地图上显示就是这里了，可这里除了一面光秃秃的石壁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障眼术而已，这风水局布置的倒是有几分水准。哪里来的黄口小儿，在天机保定门前放肆！叶家的人已经死绝了，你们居然能找到这里，滚回去，否则死！大爷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！我看你印堂发黑，命宫悬针，这把年纪了还在深山老林里当保安，五险一金交了吗？放肆，找死！有点东西。这金光，这是八方镇煞气！你是胡八仙那老东西的什么人？哟，大爷认识我师傅，那好办了，我是他关门大弟子，赶紧开门吧，都是自己人，免门票行不行？哈哈哈哈！胡八仙的弟子，好，好！你既然拿着玉佩来了，证明你陈家血脉没断。不过奖金宝库光有玉佩不够，你必须接老夫3招，证明你有资格承受里面的真相。接不住，就把命留下。黄口小儿，接老夫第1招排山倒海！陈少阳，小心，这风有古怪！就这，大爷你早上没吃饭，这点风连小爷的头皮下都吹不下来。太极阴阳，借力打力，给我转！好小子，太极泄力用的炉火纯青，但这只是开胃菜，接我第2招地裂崩天！哎呦我去！毁坏名山大琼要罚款的，大爷你带过钱了吗？看小爷的无敌拖鞋拍，物理超步！这拖鞋到底是什么神仙材质的？怎么连石头都能拍得粉碎？这太离谱了吧！这用的是什么下三滥的招式，简直犹如斯文！第3招，老夫要动真格了！天机剑气，一剑诛仙，斩！来得好，今天小爷就给你免费上一课。这老头功力深厚，这一剑不能硬接，只能用那招了。这可是要加钱的。紫金龙神，给我碎！3招已过，大爷，是不是该开门了？门票钱我可不给啊！你竟然真的接住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骗不完我陈家！少爷，老奴终于等到您了。少爷，你是我家的仆人。老奴陈忠，当年家主和夫人为了封印龙脉，命老奴在此死守宝库大门18年了。少爷，您终于带着玉佩回来了。钟伯，快起！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爷，宝库大门已为您敞开，所有的真相都在里面。老板，走，咱们去收房产了。少爷，这天机堡并非普通的藏宝之处，而是华夏龙脉的核心节点。
当年有一股极恶的邪恶势力，妄图抽干龙脉之气来达成永生。所以叶家和那个血族都只是这股势力的棋子。不错，家主和夫人为了阻止他们，不惜耗尽毕生修为，将龙脉核心彻底封印，并将开启大门的钥匙太极鱼玉佩放在了少爷您的身上。老头子也是心大，这么重要的东西就随便挂在我脖子上，万一我小时候拿去换糖吃了怎么办？胡八仙前辈算无一戒，他自然知道少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我靠，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！这么多金子，老板，咱们这下不仅能在京城买房，咱们能把整个汴城买下来了。陈少行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这是你父母用命守下来的地方。我这是在规划家族资产。我父母要是知道我这么会过日子，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。少爷，快逃！他一直躲在这里。主母，是谁？18年了，本尊终于等到了玉佩和天凤命格齐聚的这一天。陈家的小鬼，本尊还要多谢你。如果不是你打开了这扇门，本尊这缕分魂还要在黑暗中再苟延残喘100年。你就是那个在背后操控一切、害死我父母的老鼠。老鼠，本尊乃是凌驾于凡人之上的神。当年你父母冥顽不灵，非要阻挡本尊吸食龙脉，简直是蚌蜉撼树。神，小爷我今天就让你变成一坨死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言不惭，就算你师父胡八仙在这，也不敢对本尊如此放肆。陈少将，救我！你个老杂毛，敢动我老板，你找死！给我把他放开！太弱了。好恐怖的修为，这家伙的实力比那个血族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咬不死的东西，壳还挺硬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至尊洗脚盆，给我镇压！10年不见，胡八仙的招数还是这么恶心，给我破！我靠！你个赔钱玩意儿！这可是我师傅的祖传法器，绝版古董啊！你赔我盆100个亿，少1分钱我扒了你的皮！天凤命格，纯阴之血，只要用你的血浇灌龙珠，华夏龙脉就彻底归本尊所有了。我让你住手！对，就是这种力量，这让人沉醉的无上力量。陈少阳，别管我了，你快走，这怪物你打不过的。哼，闭嘴！扣工资我都没走过，现在让我走，门儿都没有！老妖怪，今天小爷做事把命搭上，也要把你这身乌鸦毛给拔光！人家先祖在上，不孝子孙陈少阳，今日一血祭阵，解开封印！燃烧血脉本源，愚蠢的小子！就算你强行提升实力，也不过是稍微大一点的蝼蚁罢了。蝼蚁？小爷今天就让你看看蝼蚁是怎么咬死大象的！天罗地网，万剑归宗，给我杀！雕虫小技，幽冥法相，先！妈的，这老妖怪简直不是人！游戏结束了，去死吧！不要！奶奶的，谁敢欺负老夫的宝贝徒弟？不想活了吗？哎呦我操！什么玩意儿这么够脚？哇！这怎么可能？
这老不死的东西竟然还没死！师傅，你个老抠门怎么来了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好意思问？那个大红塑料盆的邮费880，你凭什么到付？赶紧把钱给老夫结了！我靠，老头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那个破盆刚才被这老妖怪劈成2半了，我不找你要退货款就不错了，你还敢要邮费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们师徒俩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这个要毁灭世界的反派啊？胡把心，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！18年前我能重创你，今天我就能彻底杀了你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老鼠精啊！18年前被老夫用拖鞋掺破了半边脸，现在还敢出来丢人现眼？住口！本尊今日要将你们师徒俩碎尸万段，黄泉血海，有名天下！好家伙，这老鼠精这些年吃了不少补药啊，这阵法有点棘手。乖徒儿，看好了，老夫今天就再教你最后一招。老头子，你那招管用吗？别待会儿还得让我给你收尸。少废话，老夫的招数天下无敌，准备好你的玉佩，今天咱们爷儿俩就干票大的。就这点破烂玩意儿，也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？无极生太极，老君戒法，臭袜子镇魂大阵，起！我靠，生化武器！老头子，你这是多少年没洗脚了？到底是什么妖法？你这老疯子简直不可理喻！这叫大道至简。老夫这袜子可是泡过9981种极品朱砂的。乖徒儿，发什么愣？趁现在把你的媳妇救下来！谁说她是我媳妇了？老板，我来救你！休想！龙脉是本尊的！滚开！陈少阳，别管我，快走！闭嘴！扣钱我也要救你！给小爷断！不，祭司被打断了，我的龙珠！老妖怪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本尊就成全你们。我要把你们的灵魂抽出，封在九幽之火中，折磨生生世世。他把龙珠吞了，他不要命了吗？他要用自己的肉身强行地融合龙脉之力，阻止他！这就是龙脉的终极力量。本尊现在就是这世间唯一的神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这老妖怪嗑药了吧？这防御力和破坏力太变态了，小爷的紫金龙气都有点扛不住了。乖徒儿，保护好你老板，这不人不鬼的玩意儿已经超出了你的境界，老夫去会会他。八方镇煞，八方镇煞，万法归一，天师降妖除魔，给老夫死！好东西，你的时代早就过去了，现在是我的天下。急急如律令！哎呦我操！老夫的老腰断了！老头子，乖徒儿，工伤，这绝对算严重工伤，记得帮老夫要天价医药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东西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们这对苦命双双了，准备好迎接地狱的怒火吧！蝼蚁就是蝼蚁，再怎么挣扎也改变不了被踩死的命运。颤抖吧，绝望吧，然后乖乖化为本尊的养料。陈少阳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早就逃出去了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……老板，小爷我从不相信什么狗屁下辈子，我只争朝夕。而且，你还没给我结工资呢，想跑？没门！老狗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伤我师傅，更不该动我老板。今天，就是神来了也救不了你。
陈家列祖列宗，太极本源，阴阳界法，给我去！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到底是什么违背常理的法器？这叫究极无敌太极拖鞋印，专打你这种不长眼的畜生！游戏结束了，拿命来！下去给我陈家满门，给我父母磕头认罪吧！不要！本尊是神，本尊已经融合了龙脉，是不死不灭的，你杀不了我！神，今天小爷就屠神给你看，给我灰飞烟灭！这不可能！终于结束了，累死小爷了。陈少阳，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哎呦哎呦，老板轻点，我这可是重伤之躯，经不起这么热烈的拥抱。你这么占我便宜，必须得加钱啊！加什么钱？你这没良心的臭小子！老夫的医药费还没结呢。老头子，你刚才不是要死了吗？你连遗言都交代了。放屁！老夫那叫战略性装死，不然怎么能逼出你这小子的潜能？少废话，龙脉保住了，赶紧把这里的金子给老夫打包带走，咱们师徒发财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板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咱们来好好对对账。这段时间的精神损失费，我那法器折教费，深夜加班费，看到段九南裸体变身的精神污染费，还有我师傅的丧葬未遂费，总共加起来100个亿，抹个零，给我龙氏集团51%的绝对控股权就行了。100个亿，你干脆把我也按斤卖了得了。你现在已经是龙家的大股东了，全变成谁不知道你陈爷的名号？你还要这么多钱干嘛？就是徒儿，直接要人啊！把人娶过门，龙家的钱不都是你的？为师昨晚夜观天象，掐指一算，你们俩这可是上天注定天雷勾地火的姻缘结，躲都躲不掉。胡前辈，您身为高人，怎么也跟着他一起瞎胡闹？我不理你们了。小师傅若是愿意，我龙千军10000个赞成。这偌大的龙家，早晚也是你们年轻人的。只要你点头，我马上给你们办全城最豪华的婚礼。这可亏大了，老板这脾气这么暴躁，动不动就扣工资，以后谁管家庭财政大权都不好说。不过嘛，你快放开我！以后家里的钱每一分都得归我管。你想得美！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死财迷！哎呦，救命啊！还没过门就谋杀亲夫了，这算严重家暴，必须得加钱，加200个亿！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龙脉安好，儿子大仇已报，也找到了下半辈子的归宿。从今往后，这太平天下，小爷我罩着了。